当33岁迪丽热巴遇上29岁陈星旭，才明白为何说 CP 感是门玄学。最近有部剧挺火的，叫《萧启清壤》，刚播出没几天，播放量就冲得特别高，听说3天破了5亿，网上讨论的人也很多。这部剧能这么受关注，除了本身故事吸引人，还有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看点，迪丽热巴和陈星旭在剧里搭档，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这2位演员，一个33岁，一个29岁，之前没合作过，乍一看感觉风格不太一样，可剧一播，很多人就开始讨论他俩的 C 感，相关话题阅读量特别大。为什么他们能打破大家的固有印象，让观众这么投入呢？剧中角色势均力敌的吸引力。萧启清壤讲的是2个背负着不同过往的人相遇的故事。迪丽热巴演的聂九罗，表面是个做雕塑的艺术家，其实身份不简单，是缠头军风刀的传人，性格独立冷静，有点拒人千里的感觉。陈星旭演的严拓是个富家子弟，但家人遭遇不幸，他为了查清真相，一直暗中调查。2人一开始互相看不顺眼，后来因为共同面对危机，才慢慢走近，一起对抗反派，揭开一个关于长生秘密的阴谋。这种双强的角色设定挺讨喜的。聂九罗的飒和严拓的稳凑在一起，形成了很好的平衡。他们之间没有那种腻歪歪的互动，更多的是在紧张情境下的彼此信任和默契。几个眼神交流，几句简短对话，就能让人感觉到2人之间那种无需多言的连结。从外形上看，迪丽热巴五官立体，陈星旭轮廓硬朗，2人同框时画面很养眼，有种从漫画里走出来的感觉。但真正让观众上头的，不是外表登对，而是角色之间那种互相尊重、彼此支撑的关系模式。戏外互动，自然流露的默契。如果说剧里的感觉还能说是剧本写得好，那戏外的互动就真的让很多观众觉得好真。有一次在公开活动上，迪丽热巴穿一身银色长裙，陈星旭穿着黑色西装站在一起，媒体形容他们像王子和公主，2人交流很自然，氛围很好。拍戏的时候，陈星旭经常帮迪丽热巴对戏，因为剧里打斗场面多，他主动陪她练习动作。有一次排练不小心打到了，陈星旭还开玩笑说：“没事，热，那是腹肌。”这种小细节被网友看到，都觉得他在热巴面前显得特别温和。还有一场要下水的戏，迪丽热巴有点怕水，当时天又冷，陈星旭二话不说就跳下去陪她，一直安慰别着急。听说导演组催的时候，他还会帮着说话，你催他干什么呀？双引号。这些点点滴滴不是刻意演出来的，就是很自然的关心和照顾。陈星旭平时给人感觉挺稳重的，但在迪丽热巴面前会流露出比较轻松，甚至有点撒娇的一面。上节目时，有人注意到他常常不自觉看向他，眼里带着笑。这种戏里戏外的默契，让观众更容易带入剧情，突破以往演员的新尝试。回头看2位演员以前的作品，这次搭档其实都算是一种突破。迪丽热巴演过不少感情戏，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和高伟光搭档，是那种被守护的小狐狸；《长歌行》里和吴磊合作，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这些角色都挺受欢迎，但多少有点固定在被保护或娇俏的框架里。陈星旭因为东宫里和李成银的角色太深入人心，后面演的戏，不管是民国题材还是仙侠剧，观众总觉得 CP 感很难超越之前。他外形偏硬朗，有人觉得他可能不太适合演温柔体贴的类型，但萧启清壤里2人都打破了这些标签。迪丽热巴不再是需要被呵护的一方，而是能独当一面的女性。陈星旭也不是一味强势，而是懂得在适当时候退让和守护。他们演出了成年男女之间那种理智与情感交织的关系，不狗血，不强行撒糖，却更真实动人。为什么他们的 CP 感能打动观众？
仔细想想，这对组合能让人上头，主要是做到了几点：一是反差感，聂九罗的外冷内热和严拓的外稳内柔形成了很好的互补，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增加了戏剧张力，让人想知道他们接下来会怎么相处。二是细节真实，不管是戏里聂九罗不经意间流露的依赖，还是戏外陈星旭下意识的保护举动，这些小动作都很自然，不做作。有网友甚至剪了两人互动的细节合集，播放量很高，说明大家真的很吃这一套。三是角色和演员契合，剧本给的人物设定很扎实，演员又演得可信，观众就很容易带入。聂九罗和严拓从陌生到信任的过程循序渐进，情感发展合理，让人能跟着剧情一步步沉浸进去。说到底，好的 CP 感不是硬凑出来的，它需要演员真正理解角色，彼此之间也有基本的信任和默契。当表演足够真诚，情感传递的足够自然，观众是能感受到的。这也正是萧启清壤里这段关系线让人看得舒服的原因，不刻意却动人。围绕萧启清壤中热巴乘以陈星旭的 CP 热度，部分声音试图将成功简单归因为运气好碰巧有 CP 感。这种说法看似冷静，实则忽略了演员选择、角色塑造与表演完成度这些决定性因素。若仅用吃 CP 红利来概括迪丽热巴的表现，无疑是对创作规律和演员专业度的误判。一、CP 感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角色与表演的叠加结果。首先需要厘清一个基本事实， CP 感并非演员站在一起就自然生成。娱乐圈中不乏流量叠加却毫无火花的组合，恰恰证明 CP 感是一种高度依赖人物关系、表演层次与互动逻辑的结果。萧启清壤中，聂九罗与严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甜宠模板，二人从对立试探到并肩作战，关系推进建立在势均力敌的对抗与信任之上。迪丽热巴塑造的聂九罗是行动主体而非情感附庸，他做判断，他承担风险，他主导节奏。这种人物设定本身就对演员的控制力提出要求，若演员无法在气场、节奏和情绪上稳住角色，再有 CP 运也难以成立。二、迪丽热巴并非被 CP 带飞，而是 CP 结构中的核心支点。反观剧中表现， CP 讨论的源头并非来自营销口号，而是来自观众对角色关系的真实反馈。大量观众提到的关键词是势均力敌成年人的对戏不油不腻，而这些评价恰恰建立在女主角色的成立度之上。迪丽热巴在剧中完成的是一次清晰的形象转向，从被守护者转为并肩者，从情绪输出型女主转为行动驱动型人物。这种转向直接决定了 CP 关系的质感。严拓可以退，可以守，可以照应，是因为聂九罗本身站得住。换言之，这不是男主带女主的 CP， 而是双向结构，其中女主的稳定度是关键变量。三、戏外互动只是加分项，不是决定项。部分反对者习惯将戏外互动当作营业证据，却忽略一个现实：如果戏内关系不成立，戏外互动只会显得刻意。文章中提到的训练、陪拍、安慰、玩笑之所以被观众接受，是因为他们与戏中关系高度同频、克制、自然，不过界。这种一致性反而说明演员在表演层面已形成信任基础，而非临时拼凑的 CP 营销。如果说这是运气，那为何并非所有合作都能复制这种效果？四、吃 CP 论本质是对女性演员成长的简化叙事。只靠 CP 走红的指控，往往忽略女性演员在职业路径中的主动选择。事实上，萧启清壤并未给迪丽热巴提供安全区，动作戏占比高，人物情绪内敛，女性角色不依附爱情存在。这并非一条讨巧路线，而是一条风险更高的选择。它能否被认可，取决于是否撑得起角色，而非 CP 是否被磕。结语：
迪丽热巴在萧启清壤中的 CP 效应，并不是运气的馈赠，而是人物选择、表演完成度与对戏质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把这种成果简单归因为吃 CP 红利，既低估了作品的完成度，也忽视了演员在转型过程中的真实付出。真正的 CP 感从来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是当两个角色都成立时，自然显现的化学反应。而在这一结构中，迪丽热巴并非搭便车者，而是重要的构成者之一。这恰恰是对只靠运气的最好反驳。陈星旭热恋迪丽热巴爆红，新剧搭档李一桐因这理由闹翻。从东宫的虐恋到星唐的甜蜜，再至今天的职场风云，陈星旭的每一部爆款剧都像是为他的人气添上了一把猛火。如今，他与迪丽热巴携手的萧启清壤正横扫收视榜，风头无两。而就在这炙手可热之际，新饼又至，传闻他将取代原定的张云龙，与陆剧女神李一桐共演古装大剧《金枝》。一场关于番位的暗冲，却已悄然触发。李一桐凭借《狂飙》中的惊艳表现，国民度飙升，今年更有《书卷一梦》《天的剑心》等剧接连热播，女神地位愈发稳固。此次她接下的《金枝》堪称腾讯的 S+ 级重头戏，由打造过《九重子》的导演曾庆杰与宴回时编剧曹啸天强联手，更有林允、刘琳等实力派演员加持，阵容堪称奢华。据悉，《金枝》的男主一角最初主义张云龙，因其档期与虞书欣新剧《云出岭》冲突，剧组这才转而力邀陈星旭。有趣的是，这并非李一桐与陈星旭的首次结缘。早在2017版的《射雕英雄传》中，灵动黄蓉与亦正亦邪的杨康便有过精彩交锋。时隔9年再度携手，令无数剧粉直呼梦回当年。尽管双方团队据传已商定平番出演，但一则关于按姓氏笔画排序的幕后条件却不胫而走。若依此规则，陈星旭的名字将位列在前。这一细节瞬间点燃了李一桐粉丝的怒火，指责对方在大女主剧中仍不忘争番，双方粉丝就此拉开阵势，火药味十足。若论实际，李一桐一番主演的《离歌行》集均播放量近3000万，今年《书卷一梦》也表现不俗。陈星旭方面，成绩最佳的《你也有今天》集均播放量超过2200万。数据对比下，李一桐似乎略占上风。加之《金枝》本身以女主成长为主线，因此舆论普遍认为李一桐担纲一番顺理成章，同意平番已是展现极大诚意。在围绕陈星旭、李一桐新剧《金枝》番位争议的报道中，有一个容易被忽视却极具指向性的细节：整篇叙事的起点并不在番位本身，而在迪丽热巴。文章在分析陈星旭人气飙升时，默认采用了一个传播前提：萧启清壤与迪丽热巴的合作是其热度被重新放大的关键节点。这种写法本身就已经超越了普通搭档关系的表述，而是一种典型的行业话语选择。在内娱的舆论结构中，当一位演员被用作解释他人爆红原因的参照物，他实际上已经从参与者转化为热度与价值的衡量标准。从对手演员到热度源头的角色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围绕番位、实际、粉圈立场的讨论中，迪丽热巴没有参与争番，没有被卷入粉圈对立，甚至并非文章讨论的主体，但她的名字却自然地成为了整条舆论链条的起始点。这正说明一个事实：迪丽热巴在当前内娱结构中已具备稳定热源的属性。所谓稳定热源，并非依赖营销制造话题，而是与其合作本身就会被视为人气背书，其存在天然提升项目的关注阈值。媒体在讲述他人成绩时，会主动将其作为坐标点，这是一种不依赖表态、不需要争夺，却真实存在的软性权力。权力层级的分水岭是否还需要进入叙事，放在更大的内娱生态中对比，就会更清晰。很多演员仍需要通过番位排序、数据对比、角色压番与否、
来证明自己的行业位置。而迪丽热巴已经处在另一层级，她不再需要通过争议进入叙事，而是被动地成为叙事的前提条件。当一位女演员不必亲自下场，却持续出现在他人爆红逻辑的起点，且这种出现是被媒体与市场自然接受的，这意味着她已从被讨论对象升级为舆论运转的结构性存在。结论：真正的行业地位从来不体现在番位之争中。这篇看似围绕陈星旭与李一桐展开的报道，反而在无意中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反证样本。当一个演员无需参与任何争夺，却仍然被用作衡量他人热度与价值的坐标，他所处的位置已经高于争议本身。在当下内娱的权力结构中，迪丽热巴并非站在番位与话题的中心，而是站在叙事逻辑的源头。这正是她如今真正的行业位置。迪丽热巴新剧开播创纪录，睡意打戏性张力爆棚，这身材太御了。迪丽热巴近年虽作品产量有限，但今年凭借主演剧集《利剑玫瑰》实现事业回暖，眼下又与当红小生陈星旭联袂出演新作《萧启清壤》，该剧一经播出便引发广泛关注，有望助推她再攀事业新阶。剧集开播首日便创下亮眼成绩，不仅迅速突破播出平台现代题材剧集年度热度纪录，成为最快突破5万热度的作品。迪丽热巴所饰演的聂九罗一角在社交平台单日指数更飙升至8000万，刷新同剧角色历史数据。该剧影响力不仅限于国内，其海外发行覆盖115个国家和地区，开创了国产奇幻剧出海的新局面。迪丽热巴此次为角色倾注全力，剧中她饰演的雕塑家白天温婉沉静，入夜后则化身为代号风刀的猎枭者。大量高难度动作戏中，她坚持亲自上阵，完成超过90%的打斗场面，这份专业表现甚至获得央视认可，趁其树立了女性武打戏新标准。其中一场睡衣西装对决尤为吸睛，陈星旭深夜突袭迪丽热巴住所，两人身着西装与真丝睡袍激烈交锋，睡袍腰带缠绕颈项，凌空抱起，地面缠斗等镜头交织。迪丽热巴在打斗中不经意展现修长双腿，不少观众直呼二人互动充满张力。不过部分镜头因频繁聚焦腿部特写，被指存在男性凝视倾向。此外，一场沐浴戏份同样成为观众讨论焦点。身着睡袍的热巴展现迷人魅力，自然流露的腿部线条。从性张力争议到表演价值，论萧启清壤中迪丽热巴的演员主体性。围绕萧启清壤的讨论中，部分声音将焦点过度集中在所谓睡意打戏性张力镜头之上，甚至将其简化为靠暧昧博眼球。这种指责看似针对作品，实则模糊了一个必须被区分的核心问题：演员的表演价值与导演的镜头选择并非同一维度的责任主体。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萧启清壤中引发争议的睡意打戏本质上是一场人物冲突高度集中的动作戏，其叙事功能并非服务于感官刺激，而是发生在角色关系尚未建立信任、处于高度警惕与试探阶段的关键节点。肢体的近距离、力量的对抗、节奏的拉扯，本身就是悬疑动作类型中常见的戏剧手段。在这一场景中，迪丽热巴所完成的是表演层面的精准控制。他所饰演的聂九罗并非被动被观看的对象，而是始终掌握行动主动权的角色，出手果断，判断迅速，反应冷静。其身体呈现服务的是人物设定，一名长期游走于危险边缘，以身体为武器的猎枭者，而非单纯的女性身体展示。将部分观众对镜头语言的感受直接等同于演员靠性感吸睛，本身就是一种逻辑偷换。镜头如何调度，是否慢放，是否强化某一身体部位的视觉比重，属于导演与剪辑的美学选择。而演员的职责是在既定调度中完成角色可信度的建立。混淆二者，不仅对演员不公，
也降低了对影视创作专业性的基本尊重。更重要的是，若回到整体表演层面审视，迪丽热巴在萧启清壤中的表现，恰恰完成了一次对只靠外形的反证。她在剧中承担了超过90%的动作戏亲自完成，大量高强度打斗要求她在体能、节奏、情绪控制之间持续切换。这种对身体的使用是技术性的、功能性的，而非展示性的。央视相关评价中将其称为女性武打戏的新标准，并非偶然。此外，角色的双重身份，白天的雕塑艺术家，夜晚的风刀传人，对演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表演要求。前者强调收敛、克制与生活化，后者则需要高度紧绷的危险感与攻击性。迪丽热巴在两种状态之间的切换，并不依赖夸张的情绪宣泄，而是通过眼神、站姿、呼吸节奏等细节完成区分，这恰恰是成熟演员的标志。将萧启清壤的讨论拉回创作本身，可以发现一个被忽视的事实：真正支撑性张力成立的，从来不是服装或身体，而是人物关系的势均力敌。如果没有聂九罗作为行动主体的力量感，如果演员无法在动作中建立角色的可信度，再多的镜头修辞也只会显得空洞。因此，与其将争议简单归因为靠暧昧吸引流量，不如更理性地承认，这是一部在类型探索中存在镜头讨论空间的作品，但讨论的对象应是创作策略，而非将其简化为对演员的道德或能力指控。对演员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是否好看，而是是否在镜头前完成了角色。就这一点而言，迪丽热巴在萧启清壤中交出的是一份建立在体能、技术与角色理解之上的专业答卷。这种表演价值不应被任何标签化叙事所遮蔽。萧启清壤让33岁迪丽热巴与29岁陈星旭拍打戏，拍成了少儿不宜。谁家女主穿着浴袍跟男主打架，网友纷纷直呼看得面红耳赤，看得人心惶惶。搁普通演员身上也就算了，可发生在迪丽热巴跟陈星旭这对俊男靓女身上可救不了的。紧张拳到肉的打戏，硬生生被导演拍成了少儿不宜，这对吗？丝绸睡衣配西装，肉搏打戏让人热血沸腾。网上刷到这段切片后，忍不住一个我靠，这导演的车开得很高级呀！浴袍女、西装男，性张力直接拉满。粉丝可别说是二创的锅，其实剧里也是有慢放细节的，这很正常。但是镜头语言肯定有成年人暧昧拉扯语言在。狡辩正片没有慢镜头的，不如自己再去看一遍吧。实话说，两个人的状态没毛病，就是拍摄镜头语言就不是战斗的气氛，多少还是有点制造话题的感觉。迪丽热巴与陈星旭主演的萧启清壤追了首播，其实我也爱看，也喜欢热巴，但不代表对于剧没有自己的看法。咱就觉得这段打戏里两个人的状态都是在线的，但是镜头语言确实缺乏对于气氛的紧张和有力量感的镜头。也有人说原著就是这样的，可对于路人观众来说，肯定就会觉得镜头过分暧昧了，比较像打情骂俏，更别说没看过原著的人了。迪丽热巴这个明艳大美女终于配对了。我一直觉得热巴这种明艳大美女就应该配陈星旭这种同样大气的五官长相。大美女要搭这种高个、有点糙 man 的帅哥熟男熟女太有 CP 感了。关键是陈星旭的脸非常硬，完全镇得住热巴的浓颜，特别是大背头梳上去之后，太高干了，一看就是有权有势的人。观众直言爱死这种暧昧氛围了，这部剧的导演真的很会。又不是真的仇人设定，这种颜值的美女俊男该慢放慢放，成年人了拍点性感向的咱大力支持。真的蛮好看啊，也不是说完美，反正瑕不掩瑜，就是这个题材很需要破圈。萧启清壤剧情扎实，世界观庞大却不乱，当然瑕不掩瑜。萧启清壤对于尾鱼的原著改编挺好，能在前4集把冲突展现的精彩的同时，还把世界观讲好。
看到观众已经从一开始分不清的萧和南山猎人，到现在精准判断各自阵营，其实非常厉害了。而且这部剧保留了传统悬疑的叙事感跟神秘感，这样的拍摄手法很 nice， 没有一味迎合市场的快节奏牺牲掉了细节，一切都呈现得刚刚好，加上演员们的演技大赏，完美。小结，咱就是说两位演员的受众原本就比较局限于偶像剧，因为他们而来的观众可能有一部分人不太能接受这个题材就会离开，总之慢慢来吧，这种剧就是需要一个发酵的过程。迪丽热巴只靠擦边镜头博眼球，这是对演员与创作分工的根本性误判。近期围绕萧启清壤中迪丽热巴与陈星旭的部分打戏与亲密张力镜头，网络上出现了靠尺度博热度、用暧昧镜头引流的质疑声。此类指控乍听情绪化，实则在专业层面站不住脚，更暴露了对影视创作机制与演员职业边界的混淆。首先必须厘清一个基本事实：演员负责表演，导演负责呈现。在任何一部影视作品中，演员的核心职责是完成角色的情绪表达，贯彻人物关系中的心理逻辑，在导演调度下完成规定动作与情绪反应。而镜头是否慢放，是否选择特写，是否强调肢体张力，是否剪辑成暧昧氛围，全部属于导演与后期剪辑的范畴。将镜头语言的性感化处理直接归咎于演员，等同于否认影视工业的基本分工，是一种非专业、非理性的指责。萧启清壤的张力来源不是尺度，而是角色结构。若仔细回看剧中争议片段，不难发现所谓性张力并非源于裸露或越界行为，而来自以下几个明确的叙事基础：双强人设对峙。聂九罗并非被凝视、被占有的女性角色，而是掌握主动权的猎枭者。严拓也并非施压者，而是与之势均力敌的合作对象。情绪来自生死压力，而非情欲展示。打戏发生在高度紧张、信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境中，肢体接近本身是叙事需要，而非情欲服务。成年人关系的张力不等于低级擦边。观众感受到的暧昧，本质是两位演员对角色心理距离的精准把控，而非靠尺度刺激。将这种基于人物关系的戏剧张力，简单粗暴地定义为卖肉，本身就是对创作文本的误读。真正经得起推敲的是迪丽热巴在去谈话叙事中的表演进阶。如果说过去部分古偶作品中，女演员容易被包装成被保护者，那么在萧启清壤中，迪丽热巴完成的恰恰是一次去甜、去依附、去被凝视化的转型。她塑造的聂九罗，行动主导权在自己手中，打戏大量亲身完成，身体表达干净利落，情绪表达克制而有层次，而非靠夸张或情欲暗示取胜。这类表演恰恰是反流量、反速食审美的结果，与博眼球完全背道而驰。将话题度误读为演员动机，是对女性演员的结构性偏见。必须指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现实：当作品出现讨论度时，男性演员往往被赞为角色有魅力，而女性演员却更容易被指控靠身体博关注。这种双重标准，并非对作品的理性评价，而是对女性演员职业能力的结构性贬低。迪丽热巴在该剧中的讨论度，来自于角色设定的突破性、成年向情感关系的稀缺性，她与陈星旭在表演节奏上的高度匹配，这些都属于表演成果，而非营销设计。结论：真正的博眼球，靠的是快消刺激；真正的演员价值，靠的是表演说服力。萧启清壤中引发讨论的，并非裸露，并非低俗，而是当下内娱罕见的成熟叙事、双强关系、非糖精化的情感张力。而迪丽热巴正是在这一创作语境中，完成了从被观看者到叙事推动者的转变。因此，说她只靠场面博热度，不仅是对事实的误判，更是对演员职业价值的低估。
真正的流量会退潮，真正的表演会留下来。您觉得迪丽热巴和陈星旭这对 CP 怎么样？你也喜欢这对 CP 吗？您也追这部剧了吗？欢迎评论哦，聊聊您的观剧感受哟。迪丽热巴双剧霸屏引爆高质高产大讨论，内娱劳模的进阶之路。迪丽热巴的名字几乎承包了所有热搜。她主演的《利剑玫瑰》与萧启清壤双双跻身年度人气剧集 Top 5，前者以刑侦悬疑的硬核剧情斩获豆瓣 8.3 分，后者凭借奇幻爱情的细腻演绎创下平台单日播放量破亿纪录。两部题材迥异的作品同时霸榜，让迪丽热巴高产的话题迅速发酵，更因她手握《万渣朝皇帝皇书》等多部待播大 IP， 被推上安乐星院跨年云盛典高产演员 Top 1的热门候选席位。一场关于演员如何平衡质量与产量的全网讨论就此拉开帷幕。11月，《利剑玫瑰》中迪丽热巴饰演的女警花林渊凭借利落打戏和智商在线的推理桥段出圈，一段她徒手制服歹徒的30秒片段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超5亿，网友直呼姐姐 A 爆了。仅隔2周，萧启清壤中她化身神秘妖族少女聂九罗，红衣纸伞，眼波流转的古风造型被赞内娱颜值天花板，与陈星旭的 CP 感更让清壤夫妇话题阅读量突破20亿。两部剧的豆瓣评分均稳定在 7.8 分以上，形成悬疑加奇幻的双赛道碾压，让迪丽热巴选剧眼光成为行业热议焦点。有媒体统计，迪丽热巴2026年预计有4部剧待播。古装权谋剧《帝皇书》中，她首次挑战黑莲花女主；路透中一袭黑衣骑马回眸的镜头被疯传。漫改剧《万渣朝皇》里，她需一人分饰多角，从民国名媛到未来战士的跨次元演绎，令粉丝期待值拉满。更有国际合作项目《沙漠之月》传出她将出演女探险家。片场照中，她晒成小麦色的皮肤和结实的肌肉线条，引发演员为角色牺牲的讨论。高产背后是她连续3年无休的行程表。2025年全年扎根剧组，仅在跨年盛典和品牌活动现身3次，被网友戏称娱乐圈隐形人。在安乐星院跨年云盛典官宣高产演员 Top 1候选名单时，迪丽热巴以双剧霸屏加4部待播的战绩领跑，与另一位以1年5部网剧著称的演员形成鲜明对比。网友自发起高质高产 vs 以量取胜的投票，超70%的人选择支持前者。评论区高赞留言写道：“热巴用作品证明，高产不是烂片借口，真正的演员能做到每一部都经得起推敲。”而她曾在采访中提到的宁缺毋滥，选剧本要看角色能否让我心跳的言论，也被翻出成为质量至上的论据。大众对迪丽热巴的讨论早已超越高产本身，更多是对演员职业态度的反思。粉丝认为她用行动打破内娱流量明星无演技的偏见，路人则感慨在快餐式拍剧的环境里，还有人愿意为角色沉淀，太难得了。更有影评人指出，迪丽热巴的案例说明，高产与高质并非对立，关键在于演员是否对每个角色都倾注心血。这场由他引发的讨论，或许正为内娱树立起新的标杆。真正的高产是数量与质量的双重丰收。迪丽热巴并非流量堆砌，而是内娱少见的高产且高质演员。真正的流量无法长期建立在低质量作品之上。部分质疑者将迪丽热巴的成绩简单归因于粉丝多、营销强，但事实恰恰相反。她主演的《利剑玫瑰》在刑侦题材这一公认口碑是金石的赛道中拿下豆瓣 8.3 分，这是任何所谓流量明星都无法依靠粉圈操作换来的成绩。而萧启清壤在高热度开播后，评分依旧稳定在 7.8 以上，证明其吸引力并非昙花一现。流量只能把观众带进第一集，质量才能让观众留下来。双剧双赛道，打破流量演员舒适区。真正依赖流量的演员，往往反复出演同一类型角色以维持人设。
而迪丽热巴却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2次风格断裂式的角色切换。利剑玫瑰中，她是理性、果断，以动作与智力并重的刑警；萧启清壤中，她化身情绪层次复杂、气质迥异的奇幻角色聂九罗。角色不重叠，表演路径不重复，美貌并非核心卖点。如果只是依靠流量，没有人会选择如此高风险的双线并行。3. 高产不是堆数量，而是长期自我消耗式投入。反对者常以拍得多等于不走心来否定演员，但迪丽热巴的工作轨迹恰恰相反。她极少参与综艺曝光，几乎把全部时间交给剧组，连续多年保持高强度拍摄，却严格筛选角色跨度与挑战性。从现实刑侦、古装权谋到多重人格改编与国际合作项目，他的每一步都指向职业纵深，而非短期流量变现。4. 讨论已超越粉圈，是行业层面的共识。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对迪丽热巴的评价早已不再局限于粉丝立场，路人讨论集中在选剧眼光、职业态度，媒体将其视为高质高产的代表案例。影评人指出，他正在打破流量等于无演技的固有偏见。当不同圈层的声音趋于一致，这已不可能只是营销话术。结论：如果迪丽热巴真的只是靠流量走红，她不可能同时维持作品口碑、市场热度与职业认可。她所展现的是将流量转化为作品价值的能力，而非被流量裹挟的被动受益者。在快消化的内娱环境中，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高产，而是高产且经得起检验。而这正是迪丽热巴如今所占的位置。掉进 Dilraba 的魅力漩涡，这季《花儿与少年》封神了，家人们谁懂啊？最近我彻底着了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的迷，她就像一颗突然闯进我生活里的超强磁石，把我牢牢吸住。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超好看的《花儿与少年》丝路记。以前我追综艺大多是图个乐子，可这一季《花儿与少年》因为有了迪丽热巴，直接变成了我的精神盛宴。节目里，她就像个百变精灵，每一面都让我疯狂心动。迪丽热巴的美，是那种能让人一眼就沦陷的惊艳。她有着深邃的眼眸，仿佛藏着整个宇宙的星辰；高挺的鼻梁，让她的五官立体又精致；还有那樱桃般的小嘴，笑起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在节目里，她不管是穿着休闲装还是华丽的礼服，都能轻松驾驭，就像时尚的宠儿，走到哪儿都是焦点。记得有一期，她穿着一条碎花裙，在海边漫步，海风轻轻吹起她的发丝，那一刻，她美得就像一幅画，让我忍不住反复回看那个片段。但迪丽热巴可不只是个花瓶，她的性格更是圈粉无数。她真诚又善良，在团队里就像个小太阳，温暖着每一个人。有一回，团队里有人身体不舒服，她忙前忙后，又是递水又是安慰，那关切的眼神，让人看了心里暖乎乎的。而且她还特别有幽默感，时不时冒出几句搞笑的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在旅途中遇到困难和挑战，她也从不退缩，总是勇敢地冲在前面，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带来力量。就像罗兰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迪丽热巴就是这样，在旅途中不管遇到什么，都能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这种精神真的太感染人了。在《花儿与少年》丝路记里，迪丽热巴还展现了她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她能迅速融入当地的文化，学习当地的语言和习俗。她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总是迫不及待地去尝试各种新的体验。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探索精神，让我特别佩服。这一季《花儿与少年》因为有了迪丽热巴，变得格外精彩。她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整个节目。每一期节目我都看得津津有味，感觉怎么看都看不够。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在节目里的各种可爱模样，感觉自己已经完全被他洗脑了。家人们，如果你们还没看这一季《花语少年丝路记》，真的赶紧去看。相信我，一旦入坑，你就会和我一样，彻底着了迪丽热巴的迷，被这个超好看的节目深深吸引。在内娱，对迪丽热巴最常见也最偷懒的标签，莫过于只有美貌。但凡真正看过她在《花语少年丝路记》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一评价并非浅薄，而是对深度本身的理解过于狭隘。所谓深度，从来不只存在于台词密集的访谈或刻意输出的金句中，而更体现在一个人在真实环境中的情绪稳定度、共情能力、行动逻辑与价值取向。而这恰恰是迪丽热巴在这档真人秀中最突出的部分。首先，从情绪管理与人际智慧来看，迪丽热巴并未以中心人物自居，她在团队中展现出的是一种低姿态却高能量的存在方式，不强化，不压人，却始终在关键时刻给予回应与支撑。当同伴状态低落时，她能第一时间察觉并主动照顾；当团队陷入僵局，她选择用行动而非情绪推动进程。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存在，本身就是成熟人格的体现。其次，从文化适应与学习能力来看，他并非被镜头追着走的明星，而是主动进入情境的参与者。无论是对异域文化的尊重、语言与习俗的学习，还是对陌生环境的快速融入，迪丽热巴展现出的是一种开放、谦逊且持续学习的态度。这种能力本质上源于内在安全感，而非单靠外貌可以支撑。再者，节目中她所呈现的幽默感与自我消解能力，恰恰反驳了空壳美人的想象。她敢于自嘲，不惧失态，既能成为视觉焦点，也愿意放下光环，成为团队中的普通一员。这种对自我形象的松弛掌控，正是许多看似有深度却极度紧绷的公众人物所欠缺的。值得注意的是，对女性公众人物而言，漂亮常常被当作否定其内在价值的理由，而不是优势的一部分。迪丽热巴真正打破的正是这种二元对立，她既美，也有稳定的价值判断，既具观赏性，也具精神向度。因此，与其说她只有美貌，不如说她的深度并不依赖说教，而体现在长期一致的行为方式中。花语少年丝路记之所以被认为封神，并非因为某一个高光镜头，而是因为观众在持续的相处叙事中，看见了一个情绪健康、边界清晰、对世界保持善意与好奇的成熟女性形象。这不是没有深度，而是不喧哗的深度。而这种深度，恰恰比夸夸其谈更难伪装，也更难复制。迪丽热巴接到 S 加级好剧，搭档同公司男演员，两人竟自带 CP 感。迪丽热巴的下一部作品可能会突破她以往的演绎风格。近日，有网络传闻称，她将出演一部 S 加级别的科幻大制作，名为《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 BOSS 成功上位》，而她的搭档演员是同属嘉行传媒的周柯宇。尽管这一组合尚未正式宣布，但已经引发了广泛讨论。原因在于，两人在综艺节目《开始推理吧》中的合作，已经展现出了极高的默契。在节目中，周柯宇对迪丽热巴的关心体贴入微。每当她感觉冷时，他会递上外套；录制到深夜时，他会准备姜茶为她解乏。甚至在很多时候，仅凭一个眼神，他们就能心领神会。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鹤立摸金鱼组合。节目中的互动积累了不少 CP 感，也为他们未来在剧集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通常，迪丽热巴的粉丝对与流量小生搭档持谨慎态度，但这次却有所不同。观众在开始推理吧中看到了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纷纷期待他们在正式的影视项目中能擦出更多火花。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 BOSS 成功上位改编自安柏的同名小说，原著结合了赛博朋克、平行时空、生存博弈等元素，讲述的是玩家奎心的故事。
他意外穿越到一个真实的赛博朋克世界，成为通缉犯兼卧底，必须在超凡者、机械改造人以及财阀之间的复杂生态中生存下来。如果改编得当，这部作品将成为一部突出女主角成长的作品。迪丽热巴将饰演奎欣，展现她从挣扎到变强的过程，而周柯宇则可能饰演艾亚当，这个角色在关键时刻将帮助女主。剧中的新颖题材与主演的适配性都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在2025年，迪丽热巴已经有《利剑玫瑰》和《萧启清壤》两部作品即将与观众见面。《利剑玫瑰》中，迪丽热巴饰演的女警邓妍被认为是她转型的成功之作，而《萧启清壤》则进一步证明了她驾驭奇幻题材的能力。她的待播剧还包括《木须辞》和《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这些作品展现了她在古装剧和现实题材中的广泛戏路。出道10年以来，迪丽热巴从《克拉恋人》中活泼抢眼的高雯，到《安乐传》里权谋深沉的任安乐，一直在突破观众的期待。与此同时，周柯宇的崛起同样迅速。2025年，他与陈妍希合作的《狙击蝴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腾讯平台热度在5天内突破25000。他在剧中饰演的礼物，描绘了一个从乡村少年成长为职场精英的故事，细腻的演技让观众看到了他处理复杂情感戏的能力。周柯宇通过《树下有片红房子》和《念无双》等作品积累了不少经验，从青春剧到仙侠剧，他的戏路逐渐扩展。作为一位00后新生代演员，他的努力被观众称为厚积薄发的典范。在开始推理吧的节目中，周柯宇和迪丽热巴之间的互动细节几乎都被观众记录了下来。比如在你比划我猜的环节中，迪丽热巴的简短提示，周柯宇总能迅速领会。推理过程中，当迪丽热巴揭穿周柯宇的伪装时，他露出了被看穿的羞涩表情。周柯宇曾公开表示自己是迪丽热巴的粉丝，正是因为他才加入了嘉行传媒。从最初的仰慕到现在的并肩作战，这段关系无疑为他们的合作增添了一份双向奔赴的意义。节目中的花絮显示，两人甚至能够在同一时刻同步说出答案，动作配合得如同排练过一样。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 BOSS 成功上位的设定具有巨大的视觉潜力。赛博朋克风格常常呈现出高科技与社会底层的强烈对比，霓虹灯光、机械改造、虚拟界面等元素有望打造出强烈的世界观冲击。迪丽热巴现代感十足的外形被认为非常适合饰演这个角色，能够完美契合角色的科技感妆造。而周柯宇在《狙击蝴蝶》中的细腻表演，也让人相信他能很好地诠释爱角色中所蕴含的人性化一面。关于选角，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 BOSS 成功上位官方微博曾为周柯宇主演的《狙击蝴蝶》做过云包场支持，这一举动被一些观察者视为两人合作的潜在暗示。如果这一项目成真，这将是周柯宇首次参与 S 加级别的制作，也是迪丽热巴第一次尝试科幻题材。独特的题材和新鲜的主演组合，使得这部剧在尚未开机的情况下就已经获得了广泛关注。在娱乐圈，演员之间的默契常常被认为是作品成功的关键。迪丽热巴与周柯宇从综艺节目中的互动到可能的剧集合作，似乎遵循了一种先培养共鸣，再呈现作品的模式。这种模式比起直接搭档，是否会更具优势呢？从流量符号到结构性节点，迪丽热巴在当下 BIS 权力版图中的真实位置。在内娱的权力结构中，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话题热度，而是资源调配能力、项目牵引力与风险承担权。如果以这3个维度重新审视迪丽热巴近几年的职业轨迹，会发现她早已越过流量明星的范畴，正在成为平台、资本与创作端共同认可的结构性核心人物。1. 平台层面，从被选择到被托付的位置跃迁。在 BIS 的权力结构中，平台话语权高于一切。是否被平台反复托付中高成本项目，
是判断演员地位的第一指标。从利剑玫瑰到萧启清壤，再到传闻中的 S 加科幻项目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 BOSS 成功上位，可以清晰看到一个趋势：迪丽热巴承担的已不再是安全型流量项目，而是需要演员兜底的类型突破项目。刑侦现实题材、奇幻世界观、未来科幻，这些都不是平台用来吃快钱的品类，而是一旦失败就会直接伤及平台年度布局的高风险赛道。在这种情况下，平台选择迪丽热巴，本质上是一种判断，它具备足够的稳定性，去对冲题材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他在平台体系中的身份已经从可替代主演转向项目启动条件之一。二、资本层面，从被消费的流量到可计算的投资变量。资本最现实，他不关心谁被骂得多，只关心谁能降低不确定性成本。迪丽热巴的优势在于，她并不依赖单一变量，不是只靠 CP， 不是只靠营销，不是只靠颜值或粉丝，她的项目往往同时具备稳定播放基本盘加可破圈的话题潜力加海外发行适配度。萧启清壤海外覆盖100家国家和地区这一事实极其关键，它标志着热巴已被纳入可国际化流通演员名单。在资本眼中，这类演员具备跨市场变现能力，天然比只在内娱循环的艺人更有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围绕他的项目讨论越来越少集中在番位，而更多落在类型、题材、商业模型本身。因为它已经进入资本先看结构，再看配置的阶段。三、创作层面，从被角色定义到反向塑造角色类型。真正决定演员行业高度的，不是资源数量，而是是否拥有角色反向定制权。观察迪丽热巴近几年的角色变化，可以发现一个明显趋势：她正在逐步脱离情感依附型女主，转向具备行动力、职业属性与成长线的女性角色。无论是利剑玫瑰中强调专业性的女警，还是萧启清壤中承担世界观支点的聂九罗，亦或未来可能出现的科幻女性角色，这些人物的共同点是，她们不是被拯救者，而是系统中的变量。当一个演员开始被用于承载类型升级与女性叙事重构，他在创作端的话语权就已经发生质变。四、舆论层面，争议本身即是中心化的证明。在 BIS， 真正边缘化的演员是没有人愿意围绕他们制造论战的。围绕迪丽热巴的争议，无论是只靠 CP、只靠流量、只靠外形，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她始终站在舆论结构的中心位置。更重要的是，这些争议并未阻断她的资源流向，反而在不断被新作品、新类型、新成绩所覆盖。这说明他已经不再依赖舆论评价生存，而是具备用作品重置讨论坐标的能力。结语：迪丽热巴的真正位置不在热搜，而在结构里。如果说 BIS 是一套由平台、资本、创作与舆论共同构成的权力系统，那么迪丽热巴当前所处的位置已经不是被系统推动的人，而是能够影响系统选择方向的关键节点之一。它或许不是唯一，但它显然已经跨过了流量可替代区间，进入了结构性演员行列。而在一个高度内卷、快速消耗艺人的行业中，这本身就是稀缺的权利。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